我用 AI 可以成本是你的5%，就已經有個數學公式可以把一個人的這個工作價值算得出來。Magnificent Seven， 它現在的營收跟利潤的量體可能還有100億、1000億水平。可是如果未来一旦大家對它未来的增長的前景不再看好，你的每本益比可能就不是幾十倍，搞不好是10幾倍，或是幾倍都有可能。就投資人的這種恐懼跟貪婪的這種情緒的波動是可以很劇烈的。下班國際線，小鹿帶你看世界，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高盛呢發布了一個研究報告，說因為 AI 的影響，接下來全球有3億個工作機會會被影響。那首當其衝的行業呢，就是金融業。就算呢這個裁員的刀還沒有直接砍下來，也已經出現了各種隱形的裁員，指的是例如說預缺不補啦，或者是提升這個入職的門檻。所以現在可見，這個變化跟壓力呢，已經從我們上幾集節目談的這個科技圈、金融圈蔓延到其他的行業。那究竟台灣的未來要怎麼樣應對 AI 帶來在產業結構上，還有企業上面這種質變？首先為你介紹我身邊2位嘉賓，元博資本的創辦人及執行長胡一天 Thomas，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緊接着介紹風傳媒國際兩岸中心副主任涂宗熙，宗熙你好。主持人好，Thomas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Thomas，我們在這個上幾集的節目講了科技業的裁員，那我今天特別想要聚焦在裁員這一把火延燒到金融圈，這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現在在金融圈裡面看到很多人力也被取代了？首先你看到 AI 跟金融有一個很天生的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為什麼呢？其實金融業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在處理訊息的一個行業，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呢，每當有一個資訊科技的變革的時候，其實通常金融業都是最快速採用那個最新的資訊科技的那個行業，因為它的行業的本質，它的獲利的核心其實就是基本上能夠更快、更好、更迅速的去掌握訊息，利用訊息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嘛。那麼在過去這麼很長的時間當中呢，雖然互聯網科技的進展，或者在這之前的計算機的那個技術的進展，確實是讓金融業的很多工作的面向，不管是後台的行政處理的一些環節，或者是中台的一些溝通，乃至到前台怎麼樣去接觸客戶，或怎麼樣去銷售產品，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動化。可是還是很大部分它是需要靠人在環節當中扮演那個審核或是下專業判斷的角色，甚至有一些部分的不管是訊息的收集，然後再確認，或是數據的分析，雖然已經有使用非常多的計算機的科技，可是還是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在這個環節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可現在隨着像大語言模型的出現，還有以及這些算力的堆疊造成的一些在推理或者是收集數據方面的一些這種不只是量跟質的要簽了，是一個比既有的人力它能夠應付的那個狀態都已經有明顯的那個領先的時候，那就看到很多金融業他會發現它確實有更多的進一步的優化空間，所以那就有更多的一些可能原來的一些人力，甚至尤其是初階的一些人力，它可能就面臨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生存的問題。我跟你們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超級驚人的，就是我發現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國際線，但是呢，有超過1半以上的人沒有訂閱。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這個節目，也喜歡我們整個的內容，我想拜托你幫忙，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現在趕快移動到訂閱那個按鈕，按下去吧。因為呢，這個動作可能不花你1秒鐘的時間，也是完全免費的，但是對於我還有團隊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勵。我看着你們的訂閱，我就有更多的動力把這個節目做得更深更好，長期的陪伴大家。請大家幫忙按下訂閱下班國際線。因為金融業的這個職位也百百種嘛，你說從初階的分析師，一直到私人銀行、家族辦公室，全部可以 cover 的業務很多，到底是哪一個部位會容易被 AI 取代？重複性的，然後呢，沒有需要近距離跟客戶做一些客製化的溝通的那樣子的角色，肯定是很容易被取代的。事實上，很多像這樣子的一些角色，他的工作的內容實際上就只是用人來處理一部分，其實可以讓計算機自動處理的大量的工作而已嘛。那很多你也看到很多金融業者，他其實過去也透過外包到，比方說比較便宜的一些，比方說東南亞或者是甚至是非洲的一些那種像印度那樣子的一些外包公司來服務部分的這樣子的一種需求。那 AI 進來以後，他發現他做得很好啊，對不对？你看像外包到一個語言文化不一定理解，紐約或倫敦或者是香港
或是台北這邊的高端客戶需求的一個外包公司，你用大語言模型學得很好，還可以弄一個比方說一個擬人化的一些方式來互動，所以其實反而我更低的成本，客戶滿意度更高，那我当然就有可能就不再需要去这些依賴這些人力或是外包的人力來做到服務嘛。可是問題是 AI 智能體再怎麼發展，它畢竟還是一個目前在法律上面無法負責任的一個存在嘛，你還是需要人去負責任。但是人力什麼環節要負責，什麼環節可能已經可以用這個取代以後，壓縮我的工作的時間，提升效率。那這樣子是我相信金融業的不斷在思考的問題。那這又引申出來，就是到底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些大型金融業，比方說華爾街的大銀行、大型金融機構，它的股價估值的問題。因為他們這些上市公司的執行長、董事會最在乎的是股價嘛。你換到過去這麼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從08年金融風暴以後，大型金融業者的本益比都遠低於大型科技公司。如果要是 AI 的到來，使得這些金融業者它可以有很相當程度的效率的提升的時候，利潤也可以上去，然後它的產品推陈出新的速度以及推廣的方法又能夠利用到不管像稳定幣或者區塊鏈這樣子的新的技術，能夠做得更快更好，覆蓋更多人的時候，然後它的成本又更低， AI 的效率讓它變高，有沒有可能會變成大型金融業者的本益比會往科技公司看齊呢？這個就是一個現在很多華爾街的投資人在下注的事情。那我會好奇，現在國際上面的各大銀行，他們擁抱或是導入 AI 的意願還有程度到了哪裡？因為我最近看 Jamie Dimon， 他說他認為未來銀行業一個人就是一個星期只需要工作3.5天，就那個時間，假設不裁員的狀況之下，他的工作時間變成3.5工作天就可以完成。那他有想要很積極的導入 AI 嗎？或者各大銀行業？當然，這個具體個別銀行的狀況，就是我不可能每個都清楚嘛。但你看到已經公開的數據，明顯的看得出來，它的 AI 相關的一些花費，已經越來越高。然後呢，在人上面的花費也確實是有往下走的趨勢。像其實就在前天晚上，就是美國很大的那個虛擬貨幣交易所 Coinbase 就宣布裁員40%。那它裡面就講得很白，就是這個當然是跟 AI 有關係。可是問題是，這個趨勢是會加速呢，還是說會出現一個均衡？就是也許我的人力成本跟我的 AI 的這個花下去的成本，它會怎麼樣在哪個水平上面會穩定下來？還是說我能不能用這個方式去推動個別員工高效能的員工，他本來可能一個可以抵10個，現在有了 AI 的協助，搞不好一個可以抵100個、1000個。那麼這個我在這個人上面投資的 AI 的算力，能不能夠化為這個員工他能帶進來的營收或是利潤的巨幅的躍升？我想這是很多 CEO 跟董事會積極關注的事情。那這個就只能讓時間來看了。東西剛剛 Thomas 跟我們講的是比較國際間的趨勢啊，國際間大銀行。那對照台灣，有沒有觀察到什麼樣的趨勢？尤其傳統上面會覺得說金融業的法規這麼的嚴格，當然就是要保護用戶、消費者。在轉型跟導入 AI 的過程當中，真的有這麼樂觀嗎？我覺得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國外跟國際。我覺得這是台灣人在看 AI 的時候會有一個盲點，就是說大家要留意一個事情。第一個是說國外薪資很高，尤其你說像紐約、倫敦的薪資非常高，所以你 AI 的軟體假設它在全世界賣的價錢是一樣的話，那其實對紐約跟倫敦的銀行取代的動機更高啊。因為他請一個人比我們請一個人可能是3倍的價錢，可是軟體的價錢是一樣的，是或者軟體的價錢至少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就有這個取代的動力。因為對他來講，他馬上就可以省下很多錢，或者說像他們以前他們把這個業務外包到印度，外包到一些所謂的比較落後的國家，那他也可以省一部分的錢，但是可能他省下的錢沒有 AI 的軟體省下的錢多啊。然後如果就像剛剛他們講，沒有任何的不滿，或者是說沒有任何的問題，那大可以這樣做。那像我知道，就是說，譬如說，像我比較熟是澳洲跟加拿大，那美國可能 Thomas 比較懂，就是說，像澳洲跟加拿大這個就是趨勢了，就是說，據我所知，就是說，加拿大的5大銀行都已經在做這件事情，就是說什麼加拿大皇家銀行啊，等等等等等，那澳洲的4大銀行也都在做這個事情。對，那就像我剛剛講，就是說，因為他們這些國家本來其實他們的人就不是那麼的夠，因為他薪水很高，然後就是說，在這些歐美的國家，很多人他是不願意去念理工科的，或者是他數學不好。所以其實他要找到，比如說已經有本國護照，或者說已經有綠卡，
然後又是好學校畢業的，然後又是數學啊各方面都沒有問題的人進到他們的這個金融機構來，其實沒有那麼好找。對，說實話就是說，如果他扣除掉外國人以後，其實他是沒有那麼好找，所以他以前很多就簡單的他就外包，然後有一些他是就是像他剛剛講，就重複性很高，比如說後台要處理大量的賬，這些東西現在都已經就是說像加拿大跟澳洲都已經開始給 AI 在做了。那我們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當然會懷疑說，這個會不會錯了誰負責？對，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覺得說金融業好像應該要是很謹慎的行業，那就是說這個東西可以給 AI 嗎？但是我覺得這中間還有一個文化落差是，其實我覺得西方對這個的容錯度是比我們高的。就是說因為像台灣跟日本這樣的國家，我們會非常重視，就是說一分一毫一筆賬都不可以錯。但其實，在歐美國家，一定程度上他們是有一定的容錯空間的，甚至他們可能都會內部會編預算，就是說如果中間有一些賬錯了或者是什麼，他們會有一個可以去 cover 它損益的一些方式。但其實容錯，當然这個任何金融業都不可能100%不出錯了，但還是要看它的產品，看它服務的內容。那剛剛提到，就是在某一些中後台的業務可以自動化的部分，冗餘的人力肯定是會被裁減掉的。可是，在那種比較前台的產品端的，或者說這種要承擔風險的，比方說真的在資本市場裡面做交易的，其實很多層面都已經早就透過程式交易，透過很多方法去做自動化了。但是這些模型的維護，還是要靠有行業知識的這些金融專家來每天盯着，對不對？因為畢竟現在的 AI 的模型雖然發展得很快，可是還是有很多金融市場裡面的一些不是完全可以被這些模型所捕捉的地方。很多實戰的經驗啦，很多一種你在看到狀況變化的時候，你還是需要有人進去做判斷，因為 AI 還是有可能誤判的。比方說，今天如果說咱們的川普大總統發了一些推文，他可能這些推文就會造成某一些程式交易的那些比方說感測器就突然爆衝，可能就造成某些交易就該做或是不該做就被觸發了。那人可能會有判斷說，這個可能是虛張聲勢，可是程式交易可能就程式交易可能就覺得說他就是望文生義嘛，覺得這個應該就是好，這個就應該是不好，好就是買，不好就是賣，那就會造成很多劇烈的股價或者是很多金融商品價格的波動。那這個波動某種程度上就會對既有的金融監管的風控的體系就造成不一程度的衝擊。那這裡也是目前現在很多世界各國的金融主管機關也在密切關注的，就是我怎麼樣去管理這個事情。因為這個趨勢顯然不可逆了，大家會用越來越多的 AI， 然後 AI 在我們金融的決策跟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會越來越深入的跟金融業的核心綁定。那我怎麼樣去在這個過程當中去理解它可能造成的風險，怎麼樣去有效的管控這些風險，然後讓大家不要對金融系統出現很嚴重的信心危機，或是造成其他的一些不可測的一些不可收拾的一些情況。那歐美這些大企業在精簡人力之後，大部分他們現在的預算啊，跟這個公司的這個金額，大部分都是投入在算力的購買上面。這個你覺得決策往這個方向走是時代所需，必須得做嗎？那這個 AI 的未來的前景，大家都是一致這麼的看好？算力某種程度上就是給到我們对一般量度一個員工的效率的一種可以說是很冷酷無情的一個量化的指標嘛。我花多少算力，可能是用所謂的 token 來計價，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工作實際我願意付出或應該付出的價格是多少。那這不是反過來變成讓這個員工的薪水或者這個員工的工作的某一個部分，它就可以被量化的更精準了嘛？那這樣的話不就變成就是說，對企業來講，他在做賬的時候，他在精算他的利潤的時候，他就可以做的過去做不到的優化。我用 AI 可以成本是你的5%，而不是50%哦，可能是5%的時候，那你要怎麼辦？就已經有個數學公式可以把一個人的這個工作價值算得出來了。就不管你同不同意他這個數字，就是我也可以說，今天我做一個，比方說，假設我做一個銀行家，我做一個前台的理專，我服務很多高端客人，我一年花多少時間在陪這些客人做多少那些可能未必是我的本薪就能夠算得出來的一些貢獻，我幫公司創造了多少利潤。你真的要把這種有些有形無形的東西都透過一個所謂的算力的成本來標準的量化嗎？這個真的是我們要去運作企業的方法嗎？
對，我相信有些企業文化可能未必會那麼快的擁抱這個，可是在美國這樣子的一種股東權益至上的資本主義的這樣子一個經濟體裡面，往這個方向推進的速度應該是會比其他的經濟體要快很多。對，東西就我了解 ，token 很貴耶，就一個这個用戶來說，就是我要解決我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要買 token， 現在還是很貴，更何況大的企業，如果你要解決企業的任務、企業的工作的問題，我想這個算力投資應該是非常非常貴的。你有沒有看到什麼趨勢？我覺得它就是我剛剛講，一個是說，其實台灣跟西方國家的薪資是有落差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放在心裡。就是說，今天如果我請一個人是3倍的價錢的時候，你會重新考慮你應該要請多少人。另外一個，我覺得台灣比較少討論的其實是彈性工作的問題，因為我有 HR 的背景，那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在國外已經討論了非常久，就是說，不管在美國還是在大英國協的國家，其實討論了非常久。你知道現在在美國或者在大英國協國家有很多工作，他一個禮拜就是上班3天。譬如說，我就是固定1、2、5上班，或者我就是固定2、4、5上班。但這並不意味着我給你全薪哦，就是說，因為你一個禮拜只上3天，所以我跟你簽合約的時候，我就是給你這個職位應該要有的60%的薪水，因為你5天只來了3天。那我好奇，那這一位工作的同仁，他的3、4是休息還是他去斜槓？就是他休息，然後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不要做別的工作。有人會做別的工作。我舉個例子，就是說我女兒在澳洲生的，我當時在澳洲生的時候，我的主治醫師他在某一個診所，他是只看2天的。但是你說另外3天他可不可以去其他診所看診？可以，你也可以不看診，你也可以就說另外3天就在家休息。這個東西其實在歐美已經非常成熟，但是台灣可能比較難想象這種工作模式。湯姆斯，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只是科技業，現在各大行業都會覺得精簡成本之後可以去購買算力，搭上 AI 的浪潮。可是明明華爾街也有多次警示說，這個估值太高 ，AI 有泡沫化的風險。你自己怎麼看待這個風險的嚴重的程度？然後有什麼是你一定會觀察的指標？很多投資人他在看待現在 AI 的這個資本支出的這種巨大增加了這個情況的時候呢，他第一個聯想到的可能是比較近一點的，99年、2000年的那個科網泡沫，對，因為他們會聯想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在蓋光纖，可實際上那個時候根本很多人也不知道要上網幹什麼，所以等於說你後來蓋了很多光纖，可以完全回收不了，然後很多公司還因此破產，或是股價就下來，對不對？可其實我認為更好的對比，實際上應該是19世紀的鐵路大開發。鐵路大開發，美國的鐵路大開發跟之前的英國的鐵路大開發是推動了整個工業革命，對，整個工業革命的巨幅的加速，對，它根本上改變了英國跟美國的它的經濟的結構。那個時候鐵路大開發它到底有多麼瘋狂呢？就它的投資的量體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嗎？最高的時候可能幾乎接近美國的 GDP 的總量的10%。5到1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因為你現在看美國的相關的這個 hyperscalers 的那個投資的量體的話，雖然它佔到了 GDP 的增長的百分比很高，可相對於美國的 GDP 的總量來講，大概就是2到3% 的量體而已。所以相對於那鐵路大開發那個時候的情況，還是有相當的空間。好，但是鐵路對工業革命的深層的影響，能不能用 AI 對我們現在資訊革命的影響來對比呢？就是這會不會真的就是黃仁勳老闆講的第3次工業革命的，或者第2次、第3次，不管是第幾次工業革命的情況？如果是的話，那你現在所有花下去的錢，都可能會被未來的壟斷性的利益可以回收。可是如果不行的話，那大家就會問一個很殘酷的問題，就是現在我們給到這些 Magnificent Seven， 它的本益比可能是幾十倍，它現在的營收跟利潤的量體可能還有100億、1000億水平，可是如果未來一旦當他對他未來的增長的前景不再看好，覺得你現在這個用鐵路大開發等級的投資砸下去的錢永遠回收不了的時候，你的本益比也可能就不是幾十倍，搞不好是10幾倍，或是幾倍都有可能。就投資人的這種恐懼跟貪婪的這種情緒的波動是可以很劇烈的，因為你現在看到的這些相關的投資，還有以及相關的這些公司的市值，它都完全是建立在對未來你可以持續壟斷、持續回收高利潤的假設之下的，所以這裡就是一個大家會非常關注的重點了。特別就跟中美博弈的情況就直接聯動在一起。如果今天中國大陸所生產的這些 AI 的模型也好、算力也好，它的成本真的就是美國的不是1半，可能是5%、
甚至1%這樣子的情況。那它如果可以在全世界輸出，那麼以逐利為天職的這些上市公司，它到底是要先為了愛國來用國產的 AI 的產品呢，還是會透過某些方法去使用大陸生產的非常便宜的，又可以讓它可以很快速賺錢的這些 AI 的產品呢？哪個對股價比較有幫助？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了。湯姆斯，那你覺得這些紛雜的訊號在哪個時間點會稍微清晰一點，看得出來到底是不是過熱，到底有沒有太過？如果現在就已經公布的財報來看的話呢，供應鏈顯然還是非常的緊張的，所以說很多的訂單也好啦，花下去的錢都還是相對的很高嘛。可是真的你就會看個別大廠的財報的話呢 ，AI 方面的這些回收速度好像似乎還是不夠快。對，那所以我們除了去很緊密的去關注這些每季度的一些財報的情況以外，或者是說像 NVIDIA 或者是台積電，他們自己本身的法說會的一些對前景的一些看法以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蠻另類的看點啦，就是你看看像 OpenAI 也好啦 ，SpaceX 也好啦，或是 Anthropic 這些很大的這些大語言模型的基建公司，什麼時候上市？它上市以前，我相信這個榮景也許不會那麼快的結束了。上市以後，那到底它能募到多少錢？然後它用什麼樣的估值募到多少錢？然後它還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高水平運作多久？然後那個其他的這些地緣政治的因素會不會迫使新任的聯儲會主席必須要不那麼快的降息？然後那這些都會對這些高科技成長股的估值還有投資人的願意承擔風險的情緒有相當的影響，我想這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從節目一開始到現在，我們聊的是企業方面的嘛，Thomas，我想換一個角度來講大國之間的 AI 角力，就是這個節目上面其實也討論非常多 AI 的大趨勢之下，中美兩國好像有各自不同的發展，一個是軟體，一個是硬體，假設可以這樣大區分的話，或細分一點，軟體的服務或者是機器人。你怎麼看？就是接下來中美各自 AI 發展的腳步？我們在談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先把目光先轉到我們大家常常講的所謂的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所謂的美國最大的那幾個7支科技的科技大廠，對不對？那個我用 Magnificent Seven 這個名詞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它其實會讓有點比較資深的那個觀眾朋友可能會想到一部老電影，叫做《豪勇七角龍》。《豪勇七角龍》講的就是以前美國一個西部的一個電影，它像是翻拍那個日本黑澤明的那個七武士的電影，講的是7個那個武士怎麼樣協助一群村民去抵擋壞人的故事嘛。好，但是實際上美國人為什麼用 Magnificent Seven 來指涉這7間科技大廠呢？像是還有一點點貶義在裡面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就讓人家聯想到以前所謂的能源的7巨頭，能源的7個 Super Majors， 就包含像埃克森美孚啊、英國石油啊。等等的這些公司，阿美石油等等這些公司，那麼為什麼說這有一點貶義的意思呢？因為它隱含的就是這個行業的結構像是一個寡頭壟斷的結構。OK， 它是一個寡頭壟斷的結構。那這個為什麼跟中美對抗有直接的關係呢？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跟美國，它在針對那個 AI 這個行業的競爭的思路跟選擇的方式有一些路線的根本的不同。美國它現在基本上看的是我要怎麼樣去擴大我既有的這個寡頭壟斷的優勢？它透過非常龐大的資本支出，比方說過去這1年到可能未來再加下來，這些 Magnificent Seven 可能花的錢可能要超過1兆美金，然後它不斷的去在理論、在算力、在模型、在晶片方面做出各樣的巨額的投資，然後呢，同時裡面還包含了很多它想針對像中國大陸這樣競爭對手的一些阻斷的一些經濟制裁的手段、禁運的手段，那希望能夠擴大或是延長它現在這種壟斷、寡頭壟斷的優勢嘛。那中國大陸的做法就是跟這個不一樣，就他沒有花那麼多的錢，不是花國家的錢，他沒有，就是個別大企業跟國家，他沒有花那麼多的錢在投資在這些像算力的堆疊上面，他可能更多的希望說利用他已經有的全產業鏈的優勢，能夠讓更多 AI 的運用能夠落地到具體的場景當中。可能有些是屬於在服務業的很多面向的服務業，或很多面向的製造業的某些環節，它可以透過機器人跟 AI 模型的深入的結合跟導入，然後讓 AI 的場景能夠真正的在具體的工商業的場景當中可以被
實做出來，而不只是在推那些就是高大上的一些未來會有 AGI， 或者是未來我們可以繼續做到我們就是像神一樣的存在的這樣子的超級電腦嘛。那這個就會變成你看到兩方都會有很強大的誘因去推動這個事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它現在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賺金融的錢，它不完全是在賺產品的錢，它的產品實際上是在推動它的金融，或者說推動它的這些股票的估值能夠居高不下嘛。那中國大陸的像 DeepSeek 這樣子的公司出來了以後，你看到它可以不用那個 NVIDIA 的晶片，它用華為的晶片，它做出來的模型成本可能只有美國同樣模型的5%，可它做到的事情，其實對消費者來講或对客戶來講，可能已經夠好了。那這樣無形之中就是在打破美國這些大企業的全球等級的壟斷優勢，所以使得它的市值能不能夠持續往上繼續走，就會還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了嘛。所以那中美的這樣子的對抗，這樣子的博弈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對消費者是好的，你選擇變多了，對不對？那當一方没有絕對的壟斷性的優勢的時候，它的定價的權利，就它收取一個壟斷利益的那個能力，就會受到一個另外一方的限制嘛。對，所以你這邊以為你可以壟斷，可這邊有稀土，這邊有開源模型，這邊的成本就是你的5%，會未來可能更低。對，那這邊就想說我要靠資本市場去賺錢，所以這邊不斷去堆一些未來的資本支出可以賺回來的那樣子的一個美好的前景嘛。然後你就可以不斷的說，未來有機會我們可以賺得到錢，現在要先給我資本，要不然的話我們不能夠把這個壟斷的優勢繼續擴大，我就可以從股市裡面去把我想要賺取的紅利先賺回來。那投資人能不能夠容許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呢？那真的就要看，真的要到落地的那一天，你拿出來的數字是不是夠好嘛？那現在看得到說 Hyperscalers 過去一段時間它既有的一些業務其實已經受到 AI 的影響，有些部分的利潤也受到 AI 的投資的影響，有些部分的成本呢可以透過裁員來節省，可是真的實際去細算個別 AI 相關的產品的收入，真的比得上你現在付給 NVIDIA 黃老闆AMD 蘇老闆跟咱們台積電的巨額的這個花費所帶來的增長嗎？我想這個還是大家還在觀望關注當中。不過很有趣的觀點就是中美在 AI 的趨勢上對峙，其實得利的是消費者，因為就是互相牽制嘛。中國 AI 的發展在世界上跟美國的對峙上，有没有可能回過頭來去影響兩岸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很清楚，就是說，因為我們都跟科技業的朋友討論過這件事，那很清楚的就是說 AI 的創新啊，或者說技術的這個增長，其實只會出現在大國了。說實話，小國是沒有這個能力的。你看，比如說我們同樣買 token， 我們怎麼買得過他們？對啊，我們有多少錢，他們有多少錢？那他們的公司有多少人，我們有多少人？這個沒有辦法比較。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說這種創新其實只會出現在大國。那中國大陸它的優點就是說，因為它有很大的市場，它就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所以它可以培養出一個就是說跟美國差不多或者比美國稍微小一點的一個市场。那接下來就是說陸資的公司跟外資的公司怎麼在這個市場裡面做博弈嘛，這個其實大家也不陌生啊。最早 Google 在大陸是可以用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2010年以前，那時候是大陸是可以用 Gmail 啊，可以用什麼什么什么什么。那個年代其實譬如說它跟百度是有競爭的，那有些人覺得百度比較好，有些人覺得 Gmail 比較好，那當然後來政治力進來，那就另當一回事。那我們去回想那一段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想，現在 AI 是不是也是同樣的狀況？就是說，我也可以花很多錢買一個歐美最先進的一個技術進來，但是呢，我可能只需要就像剛剛他們講5%的錢，那我得到一個60%或80%比例的產品 ，O 不 OK？搞不好其實我是夠用的，我搞不好根本不需要那麼精確的東西或者那麼先進的東西。你說中國的產品？對的，中國的產品啊，對啊，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大家並不需要那個，就像半導體，這個車載半導體也是半導體啊，當然其實車載半導體根本不需要用到台積電最先進的晶片啊，這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它毛利也沒有那麼高啊，所以它不需要給台積電做，它可以給中芯做。就是說，這中間有很多我們可以去想的部分，那很大程度最後其實是取決於這個商業模式能不能賺到錢，還有就是說是不是真的能夠為公司帶來利潤。對，因為你現在看到很多歐美的科技公司，他是說他花了很多錢在 AI 上面，然後甚至比他裁員省下來的錢還要多。那這個就是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這個大家就要去想一下。那它當然是一個長期的投資，我們不能只看今年。可就是說，如果說未來的3年、5年、10年都是這樣子，搞不好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也不一定。
張總統的中美總是這個樣子啊。前一個世代剛中期說 Google 可以進來，後來又被趕出去 ，Meta 買了 Manus， 後來又說不能買了，就是這種為什麼一波三折來來回回？我提供一個看點啊，就是剛剛你提到 Manus 被 Meta 收購了以後，就本來都已經交割了，對，錢都已經付了，結果現在又被發改委說要卡掉嘛。那但他說是國外啊，這種境外交易需要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批啊，等等要美国撤回这个要合規啊等等的東西。好，那這個當然是有它的道理在了。可是我們把視角放到另外一個產業，生技業，過去這麼好多年，有非常多的歐美的大藥廠跑去中國大陸的生醫的新創，要求授權他們的 IP。授權他們的製藥的一些 know-how 給到歐美藥廠去做他們的新藥開發，那為什麼這個事情就沒有被擋呢？那你看為什麼大陸的一些生醫公司，它現在可以透過授權給歐美的大藥廠賺到不是幾百萬美金哦，是幾十億美金的錢哦，幾億美金的這種 licensing fee 就可以收得進來，為什麼北京沒有在擋呢？所以你不覺得這裡面就看到會不會未來出現的情況就是？大陸本土的大模型業者或者本土的 AI 的業者，他可能會透過像生醫業者這樣的做法，透過授權，然後到美國去。那反過來是不是也可能就反過來，我們可以拿這個授權的機制去跟美國去談判，晶片的那個管制的放寬啊，或是某一些事情的放寬，就可能這種兩方之間，中美在貿易上面其實有非常多可以互相做交易的地方。那我們大家只關注在 AI 這方面的被卡。可是為什麼生技那一塊好像似乎大家都有很多可以談生意的空間呢？當然，生醫可能被認為不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可是 AI 因為這個是有很多跟國防工業相關的事情，還有跟很多現在目前兩方在晶片高科技領域很激烈的競爭有關係，所以它可能受到更多的國家安全的關注。我想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事情。但是至少你生醫那樣子的領域。可以有這樣子的 licensing 的情況，那麼 AI 是不是有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出現呢？我想是大家可以關注的一點啦。好，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點是什麼呢？就是也跟剛剛杜主任講到的一個有點關係，就是我們如果把時間拉回到20年前，就是美國波音在推787的時候，那時候787是有個創舉是什麼呢？它要做到全球供應鏈，所以787的造價的應該是有70%都是外包的，很多零組件是外包到日本，它的那些全球的所謂的供應鏈的夥伴。然後後來呢，就出現很多問題。美國自己本身的製造不行了，它外包出來，整合就出問題，交機延誤，然後呢，造價很貴，然後不斷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客戶的抱怨等等的。可是後來你說他們為什麼會願意這樣做？當然希望說看到787取代了之前的客機，可以賣很久，可以至少可以這一單可能做下去，這個可以做了20-30年的生意，對吧？可是它還有競爭呢，有空中巴士進來競爭，對不對？所以空巴後來也是跟787競爭的很厲害，然後。大陸自己也在搞他自己的中國商飛嘛，對，可是那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標準，他也有他自己在這過程中訓練了自己的供應鏈的能力。可是你看到最後，航空業應該是面向全球的市場，可事實上現在你看到波音跟空巴在全球的寡占的情況沒有根本的改變，然後大陸自己做的商飛其實還是主要是在中國本土境內在服務自己的顧客嘛，所以那在 AI 的領域會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呢？我們這裡也是可以關注的重點。就是會不會有出現美國這些大廠，不管這個 Magnificent Seven 這些人，他最後其實有點像，就是又有航空公司的感覺，又有那個我們剛剛說的波音的感覺，這邊他們也在輸出他們的算力，或者透過他們的雲端包裝的算力嘛，他們也是希望能夠維持它的優勢。可是大陸本土的業者，他能不能夠透過全球互聯網去銷售呢？銷售它的算力，爭取更多的客人呢？還是說也會面臨到在像航空業那樣，歐美都會有各式各樣的一些法規面的管理，讓大陸的飛機、大陸的業者其實不太容易跟他們他們自己的業者在某些關鍵領域積極的競爭。對，所以這裡也是另外一個可以觀察的重點。那麼對像你剛剛提到的小的經濟體來講，像台灣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一定完全沒有辦法？有一點主導地位呢？我想，當然它一定的存在告訴你說，我們是有辦法的啊。那像 Manus 這樣子的團隊，事實上他們的團隊很多都是土生土長的大陸年輕人，他們也沒有說真的很多留學的背景或在國外大廠工作的經驗嘛。當然，他們可能使用的某一些訓練模型的一些硬體的條件，
其實也許相對於某些台灣大學生來講，可能是好很多的。可是你絕對不能說他們的條件是全球非常優渥的那樣的情況，可他們可以做得出來那樣子的一個可以被 Meta 想要用高價幾十億美金收購的這樣子的一種新創企業。那但一部分是他們自己人才的，還有他們自己環境的發展，使得他們有能力這樣做。可是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其實我還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啦。我覺得還是你能不能夠選對題目來做。我聽懂了，就是說中美兩國對峙，但是在 AI 這個領域之下，還是有很多交易的途徑，還有很多交易的方式，可以更有創新的想法，我們可以繼續觀察下去。那不過最後我想要請教，就是湯姆斯在第一次來我們節目上面談到區塊鏈跟穩定幣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時事題。就是最近呢，我們的立法委員葛如君他提出說，台灣有這麼高60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為什麼不把一部分的外匯存底拿來投資像是 AI 啊、人工智慧啊，然後虛擬貨幣這個領域？那我很想知道湯姆斯的想法，這之間的這個關聯。那當然，這個葛委員的提案是非常及時啊，因為確實你看到現在全球對美元體系的存續，實際上是有非常多的疑慮的。對，我們也看到說美國自己本身的財政的狀況確實是有很大的問題，對不對？雖然如果不是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話，它的公債現在還能夠賣得掉，都是很大的問題。所以世界各國的央行還有很多主權基金甚至大型的機構投資人，當然都會考慮到要怎麼樣去對沖這個美元萬一出問題的風險。那我有沒有替代方案的問題？我買黃金嗎？我買比特幣嗎？還是買人民幣、買歐元？還有哪些資產是可以，甚至是一些那種礦場，對不對？等等的這樣子的一些所謂的實物資產，能不能夠對沖掉美國它現在因為一方面自己美元自己本身的財政問題以外，還有加上它現在地緣政治上面到處在有很多不平靜的一些戰爭的問題，造成了全球的安全成本跟生活成本的好像似乎是不可逆的抬升的這樣子的情況。所以建議央行不要全部壓在美國公債上面，我相信這是一個很明智的一個選擇啦。但要買多少買什麼，這個確實是可以辯論的問題。因為我想說中華民國央行它必須還是要回到它自己本身的宗旨啦，就是我的存在的目的是要在維持金融穩定、物價穩定的前提之下，協助經濟發展。這是中華民國央行法律裡面明定的它的存在的目的。所以買比特幣如果說能夠促進經濟發展，那麼我相信更多的是一方面是在告訴市場，就是我们必須要去正視高科技迅速变化所可能帶來的產業變化的一些新機會。我覺得它有一個這樣子的宣示的意義在裡面，就是新的經濟的發展，我們要不要適時的給予認可？適時的給予認可。那是不是要透過只是買比特幣來作為這樣子的一種表態呢？我們可能更進一步呢，比方說，是不是要能夠進到一些跟高科技基礎設施相關的一些資產，我們都可以考慮呢？然後買多少呢？那麼我們買進去了以後，它的價格的波動，我們是要怎麼樣去看待它呢？我們是把它當成是一個資產配置的一個長期的一個決策，所以對短期的一些價格的波動就不要太在意。然後還是說我們要很認真的，像是在看我們自己的投資報表一樣，然後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就開始去針對央行的那個考績啊等等的，就做出很多額外的一些要求嘛。我想這個事也是可以去大家好好思考的問題。我認為還是要從一個比較中長角度來看這個事情比較好。然後當然對美國來講，它當然有很多支持比特幣的一些幣圈的一些投資人或金融機構，希望能夠推進比特幣跟穩定幣在全球範圍的擴大的接受度，然後間接的去推動美國公債的銷售的規模。因為穩定幣運營商就是要去持有美國公債嘛，所以如果今天當穩定幣的用量變大，就表示美國政府公債的買家就變多了，間接的變多了。
那不就是幫美元系統可以繼續延續它的存在嗎？這個今天我們從金融跟媒體的角度來談 AI 對於投資啊、政府啊，還有我們自己工作上面的，像宗熙提到的，我們的工作習慣、職場的工作時數、天數，種種不同的問題，還有下一步的應對的解決方法。那現在未來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我們台灣自己 AI 的發展呢，都是這個節目上面持續會為大家帶來更多觀點、更多資訊的方向。今天特別謝謝兩位嘉賓 Thomas 還有宗熙在節目上面跟我們分享你的觀點。時間的關係，我們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下周六同一時間再見，好，拜拜。